家住在甘肃的王老太是村子里为数不多懂得医术的人，60多岁的她身体硬朗，村民们也对她十分敬重。然而偶然的一天，王老太家的屋子突发大火，正当所有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道神秘的身影冲了进去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冲进火场的神秘身影又会是谁呢？时间还要追溯到1年之前，王老太发现家中的草药已经不多，为了避免耽误给村民们看病，只能抽空上山采药。这原本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然而在她回家的途中，却遇到了一位特殊的病人。王老太趁天色还早，想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到家。然而正当她走在诈骗的路上时，却听见附近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叫声。王老太从小就生活在农村里，对于野兽之类的动物也有一定的了解，所以她从不远处传来的声音就能够听出来，对方应该是一只野狼。如今的王老太已经年过60，就算身子骨再硬朗，也逃不过野狼的魔爪。所以为了避免让自己遭受攻击，她只能加快自己下山的速度。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，该来的事情是躲不掉的。野狼出现在了王老太下山的必经之路上，把她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然而很快王老太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，野狼并没有攻击人的意思，反而看上去十分虚弱，从他身下的一滩血迹就能够判断出来，这应该是一头正在生产的母狼。六旬老太偶遇难产母狼，深夜上山送去食物，1年后母狼舍命报恩。看着虚弱的母狼躺在地上，王老太知道他应该是没有力气进行攻击，于是便大着胆子靠近了一步。不过野狼终归还是野狼，危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。面对王老太的靠近，母狼不由得紧张起来，喉咙里还发出了警告的嘶吼声，这让王老太不由得停下了脚步，开始犹豫自己是否还要继续上前。虽然自己随时都有遭受攻击的危险，但是作为一名医生，王老太还是没有办法坐视不管。经过再三犹豫之后，她还是决定试着靠近母狼，并且找机会帮其接生。一开始的时候，王老太和母狼都十分紧张，他们对对方都有着很强的戒备心理。然而随着王老太对野狼进行了耐心的安抚，野狼也逐渐放松了下来。看着它没有了攻击性，王老太终于壮着胆子开始进行检查。由于野狼失血过多，现在已经非常虚弱了，所以王老太只能从自己采摘的草药中找出了一些能够止血未平的药。有了王老太的帮助，野狼很快就恢复了力气。在一人一狼的共同努力之下，野狼一共生下了4只小狼崽。此时野狼知道王老太并无恶意，生产完后就毫无防备地躺在了地上，看上去十分虚弱。此时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而王老太看着野狼的模样，不放心就这样一走了之。于是他嘱咐野狼不要乱跑，也不管对方是否能听懂，急匆匆的就下了山。六旬老太偶遇难产母狼，深夜上山送去食物，1年后母狼舍命报恩。回到家中的王老太顾不上换衣服，拿出了家里所有的肉就再次上了山。还好野狼并没有离开，还在原地等待。眼看着野狼吃下食物之后恢复了一些力气，王老太才放心的回了家。她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毕竟救死扶伤是她作为医生的责任。然而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一举动，在1年之后救了自己的性命，王老太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很快1年时间就过去了。这天王老太正在家里煎药，感觉自己的体力有些不支，便决定小憩一会。然而等她再次睁眼的时候，却看见屋子里到处都是浓烟。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煎药的炉子引发了火灾。王老太看着眼前的情形，几乎已经放弃了挣扎。与此同时，王老太家着火的消息引来了很多人。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，所以消防队并不能立即赶到，众人都十分着急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然而这时一只野狼却越过人群冲进了火场，没过多久就拖着已经晕厥的王老太冲了出来。好在王老太并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，没多久就悠悠转醒了。着火的房子也被赶来的消防员扑灭了，损失并不算多。从村民们的口中，王老太也得知是野狼救了自己。面对众人的好奇，他才将自己救助野狼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而野狼如此奋不顾身，也是为了报答王老太当初的救命之恩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